聆听国内大事，纵览天下新闻。今天小吴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中国拿下200亿核电大单，日本作梗竟被拖了6年，那艘美国大斗船还在飘着，比你想象的还惨。有人说，出口一座核电站相当于出口200架大型商业客机，核电站出口的巨额利润着实令人羡慕，也让几个核电大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。目前，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、日本和中国都是全球核电出口大户，而日本可以说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最大障碍。中国拿下土耳其核电大单，日本试图截胡仍是徒劳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8日电，土耳其能源部官员已透露，该国第3个核电站的建设项目将与中国共同落实。据介绍，这座核电站不但能满足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区域的用电需求，还可能获得中方在核电方面的技术转让，可以说是收获满满。但是，另一个核电大国日本在土耳其却是颗粒无收，白白忙活了一场。其实，中国早在6年前就曾拿下土耳其的核电大单，之所以拖了这么久，完全是日本从中作梗。据报道，在2012年，中国曾与土耳其签署了2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，要一口气修建4座核电站，但是最终的协议并没有达成。当时，日本的三菱重工联合法国 Arriva GD Foods 等核电巨头对土耳其多方面施压，并答应提供一些核电敏感技术的出口，硬生生地搅黄了中方的项目。2013年，横刀夺爱的日本在如愿与土耳其签订协议，在土耳其建国100周年2023年之前建成核电站，项目总投资为2万亿日元，约合180亿美元。但是，日本人万万没想到，福岛核泄漏后，核电站的安全标准提升，导致项目总投资暴增至5万亿日元。这样一来，土耳其人就不答应了。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，土耳其已经在谈判中要求日方压缩成本，并明确表示会重新审查项目可行性。90%人口停电，土耳其被日本坑惨，希望中国帮建核电站。可以说，日本为当初排挤中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而土耳其的核电兴国计划也受到了打击。资料显示，土耳其2020年前的电力需求年增速超过6.7%，电力供应非常紧张。而另一方面，土耳其的化石能源非常匮乏，70%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依赖进口，发展核电已经是刻不容缓。据报道，土耳其曾在2015年3月31日发生全国大停电，全国影响人数约为7000万人，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%。这种情况下，痛定思痛的土耳其重新把目光转向了中国。而经过这几年的发展，以华龙1号和 CAP1400 为代表的国产核电技术迅速崛起，让中国真正掌握了核电领域和核心技术。据报道，目前有10几个国家向中国的华龙1号抛出橄榄枝，希望能够获得中国先进的核电技术。英国和沙特等国纷纷抢先与中国签下大单，土耳其自然也不愿意甘居人后。随着中国核电接连在土耳其等国拿下大单，未来将直接带动中国装备制造业5400家企业走出去，并提升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知名度。可以说，核电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。如今的中国核电不但力压日本一头，还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1大核电国。还记得1个月前的那一幕吗？为了赶在7月6日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前抵达大连港，
飞马风号曾在黄海上演生死时速。然而，它虽然一路狂奔，但还是没能赶在7月6号前入关。于是，只能以每天1万多美元的成本在海上漂泊。那当时为啥不缴税入关呢？因为这艘船的大豆需要多缴纳600万美元的税费。600万美元和人民币差不多4000万，谁愿意出这个钱呢？估计这家企业的老板以及运输的船员早已把特朗普骂得狗血喷头了。其实这艘船这么漂，那是真的很惨，但是它其实比想象的还惨，因为现在过去1个多月了，飞马风号载着7万吨大豆依然在围着大连港绕圈。在过去1个多月时间里，飞马风号的航迹图被记录了下来，结果就成了下面这样一张图。为什么非要在大连兜圈呢？因为如果回去又是1个月，这个运输费很昂贵，关键是这些大豆怎么办？再卸下来吗？那岂不是豆腐盘成肉价？然而，如果不回去进关，就得缴纳600万美元，这犹如割肉啊！估计按原来的价格得赔钱。怎么办？只能等，也许会等来特朗普和中国的妥协，那样再进关就可以把钱省下来了。但是如果特朗普和中国打上1年的贸易战，这在海上漂1年的费用也得450万美元。但是，相比别的选择，暂时漂在海上依然是最划算的选择，所以就只能暂时漂着了。其实，因为这场贸易战，飞马风号已经倒霉过1次了。据参考消息转引路透社报道，今年4月份，飞马风号曾载着来5.85万吨高粱到广州出售，结果途中中国宣布对美国高粱出口发起反倾销调查，以报复美国对进口中国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新关税。于是，飞马风号不得不改变方向前往韩国，到韩国抛售高粱。这种临时转向到韩国卖高粱的结果，必然是高粱折价卖，这一船高粱大概率是赔钱了。其实，美国发起贸易战是损人不利己，但白宫却不吸取教训，依然我行我素推行贸易战。如此下去，结果肯定不会好。而真正倒霉的美国企业，未来会有不少。特朗普如此折腾美国自己的企业，不知道他是否有内疚之心呢？近2年，我们已经主动调整进口来源地，降低集中度过高带来的风险，并已形成稳定成熟的多元化国际贸易渠道。中储粮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从中储粮集团油脂公司的情况看，2017年进口的大豆26.2%来自巴西，43.2%来自阿根廷、乌拉圭，30.6%来自美国。在大豆进口贸易实际操作中，采购方拥有货源地选择权，更倾向于选择贸易关系良好、有稳定政策预期、进口税率更低的大豆主产国。这位负责人表示，近期中储粮集团公司紧密跟踪中美贸易摩擦相关情况，坚决执行国家对外贸易政策。自今年4月以来，中储粮未再新采购美国大豆，转而全部采购以巴西、阿根廷、乌拉圭为主的南美大豆。根据中国海关统计，我国大豆进口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，南美大豆供给占比超过美国。2016至2017年度，我国大豆进口量9349万吨，其中巴西4534万吨，占48.5%，较3年前增加1.7个百分点；美国3684万吨，占39.4%，较3年前下降1个百分点。
以南美为主的非美大豆进口已经占到我国大豆进口量的60%以上，且呈稳定增长趋势。未来，南美将越来越成为我国进口大豆供应的主力地区。中储粮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当前我国油脂油料储备体系完善，储备资源充足，加工和流通配套能力良好，能够随时响应保证供应、稳定市场的调控指令。储备资源充足，流通能力良好。中储粮集团在布局油脂油料储备时，遵循市场流通的规律，将储备库与加工厂一体布局，形成油脂油料储备和加工基地，使储备轮出到加工的链条缩短，效率提高。目前，中储粮年油脂压榨能力达到650万吨，成为参与市场供应的重要主体。由于与储备结合，在原料供应更有保障的同时，储备投放市场更加高效，维护市场稳定的能力更强。这位负责人说：“好了，关于这个话题，小武就先说到这里。喜欢小武的朋友别忘记点赞、转发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看法或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”成本，并明确表示会重新审查项目可行性。90%人口停电，土耳其被日本坑惨，希望中国帮建核电站。可以说，日本为当初排挤中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而土耳其的核电兴国计划也受到了打击。资料显示，土耳其2020年前的电力需求年增速超过6.7%。电力供应非常紧张，而另一方面，土耳其的化石能源非常匮乏，70%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依赖进口，发展核电已经是。但是，另一个核电大国日本在土耳其却是颗粒无收，白白忙活了一场。其实，中国早在6年前就曾拿下土耳其的核电大单。之所以拖了这么久，完全是日本从中作梗。据报道，在2012年，中国曾与土耳其签署了2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，要一口气修建4座核电站，但是最终的协议并没有达成。当时，日本的三菱重工联合法国 Arriva GD Foods 等核电巨头对土耳其多方面施压，并答应提供一些聆听国内大事，纵览天下新闻。今天小武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中国拿下200亿核电大单，日本作梗竟被拖了6年。那艘美国大豆船还在飘着，比你想象的还惨。有人说，出口一座核电站相当于出口200架大型商业客机，核电站出口的巨额利润着实令人羡慕，也让几个核电大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。核电敏感技术的出口，硬生生地搅黄了中方的项目。2013年，横刀夺爱的日本在如愿与土耳其签订协议，在土耳其建国100周年2023年之前建成核电站，项目总投资为2万亿日元，约合180亿美元。但是，日本人万万没想到，福岛核泄漏后，核电站的安全标准提升，导致项目总投资暴增至5万亿日元。这样一来，土耳其人就不答应了。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，土耳其已经在谈判中要求日方压缩钱。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、日本和中国都是全球核电出口大户。而日本可以说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最大障碍。中国拿下土耳其核电大单，日本试图劫无仍是徒劳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8日电，土耳其能源部官员已透露，
该国第3个核电站的建设项目将与中国共同落实。据介绍，这座核电站不但能满足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区域的用电需求，还可能获得中方在核电方面的技术转让，可以说是收获满满。